大家好，我是来自原的红军民社突然也就陈彦彤啦，不要租给他。你真的很尴尬。对啊，我会怕人家不喜欢我，就是那时候是爆红的，所以我就会一直有这种魔咒，我就觉得啊，爆红就是陨落，爆红就是陨落，就是看到人家过往的这些社会经验，就觉得你说我是不是？没有，我们都是最红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跟一些朋友去喝酒啊，然后有个 bartender， 他就很开心说：“啊，你好，来，抱一下。”他就抱我，很开心的时候说：“阿汉，我觉得你最近影片变难看。”你的酒才很难喝。你本人蛮美的。哦，谢谢。记得等一下讲。剪掉。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今天来了一个我实在不太知道怎么访他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访，被你访。他一直跟我说他很紧张，但有什么好紧张？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难道这就是每个坐在我旁边的人的想法？真的有时候看起来这么难相处？可是其实你私底下是很轻盈的。我刚刚看到你，我觉得你整个人是亮的，然后是很好相处的。从那时候阮月娇开始，我就有看阿汉的影片。阮月娇，大家好，我是来自原的红军民社突然也就很多角色都已经是入木三分了，要能诠释这些角色，我觉得要有非常厉害的观察力。这个能力是怎么培养的呢？我好像没有培养就是我可能稍微会做功课，比如说跟我的伙伴讨论，可能需要大概怎么样的申请啊，像比如说算命阿姨跟房东阿姨，就是算命阿姨都不能笑，就有一个规范就不能笑。但是当我进入这个角色之后，我好像也没有什么规则，我不会这样做功课说这个角色要很细致，都不会，我就会进入那个角色，然后出不来，我会很在那个状态里面。陈彦彤啦，不要租给他。你真的很尴尬。那你觉得你从小就是察言观色啊，或者是你大概看一下这个人，你就知道这个人喜怒哀乐啊，或者是不能惹他之类的？对，我会很敏感。你从小就是这样？因为我很害怕被别人讨厌。我们家有4个小孩，我是最小的，我都会去看他，他是不是要发飙了或什么的。我就是很容易知道，我现在应该乖一点，或是闭嘴，或是每个人的情绪，我就会更敏感。我从小就要这样，在夹缝中求生存。对，然后我也会自言自语，我很爱自言自语，因为他们都已经上国高中了，然后那时候我才那个幼稚园。所以你跟他们亲吗？算。我们彼此相爱，可是我们没有很亲，就是没有到说怎么样，不会这样子，就是还好，就还是有一个代沟在。有我跟我家人都这样，就是很东方。您好，我的父母这样。吃饱了吗？我先退下了。你觉得这样子的你会不会让你在长大成人之后过于关心别人的感受，然后没办法表现自己，或者是不好跟人家讲你现在的感受，就是只是怕人家不喜欢你？对啊，我会怕人家不喜欢我，到现在还会，一直都会。那你觉得？我控制不了。因为我有听说阿汉他拍影片，他只要看了他不喜欢，他就不会上，害怕别人不喜欢你。有些人会转变成很自卑的高傲，有一种会转变成完美主义。我是完美主义的，我也是偏那边的。从小可能我们是担心别人觉得我们不够好，担心别人不喜欢我们，所以我们因此觉得我们只要把自己做得好，做得更好，再好，就不用去处理这个问题，别人就会理应会喜欢我们。很像有一个勋章让人家亮的那种感觉。对，就是我现在做这个东西，我的作品做得很好，或者是我对每个人服务，我服务很好，这些之类的，就会变成，所以别人应该会不讨厌我，别人会喜欢我。我不止这样我会再加上礼貌这个元素我会极度有礼貌。我甚至跟有时候我的这些粉丝如果认出我刚出道的时候，90度鞠躬，我就是9度，真的没有骗，我是90度鞠躬。然后甚至他在远远的那个斑马，就是一个十字路口，我就是这样子跟他鞠躬就像那个嘉禾屋那样子。你现在粉丝这么多，我觉得对腰部可能会也不是，可是我后来认知到我好像不需要这样，我后来就改成这样嗨这样子。刚刚讲的这些心态，我觉得很多人都有。往深下面去看，他其实可以不需要每件事情都追求完美的，只要他能了解到说他不需要完美，比如说你的家人朋友，他们也是这样子爱着你的。真的。
什么？因为我就会一直觉得，尤其是作为 YouTuber， 就觉得自己的所有表现都会公诸于世，就是受大众审视，所以我真的很难，真的是放宽心说，好啦，我有些片可以放掉。我就是很想要抓着每一次的机会发亮给大家看，可是这真的会让我蛮累的。但你很厉害，你真的是有 keep 住在那里。因为我是就是那时候是爆红的，所以我就会一直有这种魔咒，我就觉得啊，爆红就是陨落，爆红就是陨落。我会一直有这个巡回，就是看到人家过往的这些社会经验，就觉得你说我是不是？没有，我们都是最红的。就是你会看到大家就是会一直这样，然后大家喜欢你又不喜欢你，大家喜欢你又不喜欢你。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挑战看看，万一我如果真的是有 hold 住呢？有这样子不就是一个很正常不过的事情吗？作为一个人类，还是会怕怕。但你会怕吗？我不会怕啊。真的假的啦？如果在工作，比如说我在50岁之前都在做这个东西，我能做的是我对于我的影片的要求，我有没有做到？我有没有做到我喜欢的主题？人家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控制啊。我那时候不是有停更，然后再回来的时候，我就有问我的咨商师说，我还蛮害怕，大家已经更不需要我了。你也会害怕这个？会。然后我就跟我的咨商师说，我很怕那个 po 上去，然后就是3000个 view， 因为对我来讲还是有个自我的标准，会伤害我的自尊心。后来咨商师他有帮助我了解，说你放上去的原因不应该是为了别人，而是因为我有我想要讲的话，我把它做到我觉得可以的水准之后放上去，有没有人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是无所谓，那是那个他帮我在影片这一块建立一个自评系统，那我看了我觉得好就好了。我觉得我也很需要这样的自评系统，因为我有时候很常会因为太过于在乎而让自己坠入那个很可怕的深渊。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跟一些朋友去喝酒啊，然后有个 bartender 他就很开心说啊你好，来抱一下，他就抱我，很开心的时候说阿汉，我觉得你最近的影片变难看。怎么这么坏啊？超恐怖，因为他前一刻都还在笑，所以我就跟着他一起在他说你的影片真的变得很难看，你的酒才很难喝。我不敢让我当下我是慌掉，因为你真的完全没办法预测他竟然会讲这样的话。我就后来就这样子的无神，就是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赶快回去想个剪片？是不是？就是我会有那种很强大的自我反省，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恐怖。可是到后来，其实到陆陆续续已经做了5年，到最后我就发现，要一直维持一个很高标准的那个状态，真的太累了。所以我就是只要我自己过就好了。虽然要让自己过也不是太简单。是啊，你的标准很高。但是到过那边之后啊，我觉得那个高或低我就没有感觉了，没那么有感觉。这就是自评系统莫名之间其实已经建立起来了。你觉得难看那就没办法，笑点不一样啊。能怎样？对啊。这样会是一个对大家都心理比较健康的状态。我回头望，其实根本就没人 care， 大家会记得你的好。老实说，对，因为有的时候，当你是就是用自己的角度第一视角看的时候，走不出来。可是当我们把自己变成在外面来看的时候，就是你现在我在欣赏我自己的感觉，你飘出来看你自己，然后你也是你自己的观众。观众太忙了，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办法记得你这么多，所以那些你可能觉得不好的，其实它没有那么不好。可能要追求一个长期性吧，因为我觉得这很厉害，你就一直出，然后那个品质都很好。你有在休息吗？休息，我其实每天都想休息，我就是不爱工作，我很讨厌工作。我在当下我会可能很喜欢，比如说没有人逼我的时候，比如说明明就是有一些案子要交，叫我写那些文案什么，我就是不想写，我就觉得很烦，我想拖到最后一刻。可是我在写的当下我都很快乐。你就是想要被人家推到那个工作的、那个，对，就是摄影机后面有一部分是我的伙伴，他们就是这样子过来的。难怪都有带一些工具的感觉在身上。对，他们有一些怒火。你的伙伴会逼你吗？快点上班了，喂。会是哦，比如说你要赶快写那个什么东西哦，然后就淡淡说你接下来要拍什么什么，他们会先把它写在我的日历上。你会抱怨吗？会啊。
你看起来自律性很高，你感觉就是 leader， 你就带领全部的伙伴一起向前冲那种。没有我会安排一个人带领大家冲，因为我跟我的伙伴是很像家人，或者那种很熟悉的，所以我们真的会是吼来吼去的就是烦死，不要管我这种。可你像你就没有办法对你的伙伴啊、工作人员这样子。不好吧？这样是不太好。我们真的没有。老实说，我们已经我们几年了，我们从来没有吼过对方。可是因为你要盯住一个形象啊，像我就不用。我没有在盯形象，因为他们其实都很好。真的应该是你自律性比较高，因为我自律性真的是地狱级的可怕的那种。但你还是有把他后面一直在点头，可是至少你有把东西做出来。就是我真的要谢谢我的所有的催促我的伙伴们，对他们花很多心力在上面。我现在真的是因为我伙伴会逼我，一接到东西我就真的开始写。用什么逼？他说你现在拿出手机，快点，就这样，很恐怖他很凶他的快点不是单纯快点，是会砰的那种翻桌那种。你要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因为我知道他会生气，所以我赶快开始写。可是我写完都很感谢他，因为一写完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工作全部都已经消除掉了，然后就可以放松继续睡觉了，很爽。那你有帮自己安排什么休息时间，或者是当你真的没有灵感，人家逼你也逼不出来啊？不行，你只能继续想。你是那种逼得了的人哦。我是要逼的，我一逼，有时候灵感就砰就爆出来。我是逼不得我的能量真的，我就像一个轻轻一吹就会熄灭的蜡烛，真的大家省着点用。就是两个人插进的灌到饭。不是因为我的员工都很厉害，就是你尽量不要用到我，不要燃烧我，因为我连坐在这边我都在燃烧，都在消耗。对，你就是太健康了，他们就可以尽情的燃烧。因为我现在我觉得我跟你讲，我也觉得很珍惜就是我会觉得好像就是这个时刻应该必定要发生的，因为我很相信这一切。你很相信算命？对，我听说因为你知道我上次我看你的节目，然后我最有兴趣最喜欢就是卢广仲一直说佛母那一个东西。你现在又要跟我讲佛母了吗？你一定觉得那个很荒谬，把它逼掉。可是我很爱这一类的，因为我就觉得冥冥之中有一个很可怕的齿轮一直在推动，而且我们的人生也许是倒转的，我会有相信这些事情，所以其实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在这个时候，你离婚一身轻最快乐的状态出现在我面前，那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安排。然后你跟我讲一些影片，我们必须对自己不要那么严苛，他也是给我一种鼓励，所以是双向的。我就觉得这一切其实是非常有灵性跟爱的，你知道吗？你平常真的会研究这些我会研究这些，可是我一方面我会觉得他们 bullshit，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又很爱。到底信不信？我相信很相信吗？我觉得有到80%，可是我20%我觉得 bullshit， 我会这样子。那这样子比较健康。你如果是50%，那就你的心会比较没有那么平静。因为你是学科学那种理科类的，那你会对于这些未知世界啊、超自然现象有什么感觉？我是信的因为我觉得有很多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你找我也是鬼啊。为什么？因为就是冥冥之中有些意识体在影响你的脑波，或是这些工作人员的脑波说，下一集来敲阿翰的一种状态，我都会这样觉得。我觉得相信这些事情，生活会比较丰富一点。我会觉得比较快乐，然后也会觉得不会紧抓着一件东西不放的感觉，因为你知道他自有安排，你就真的是你会放的松一点，你会跟着那个 flow。就像从小到大，因为我妈会去算命嘛，都说我会离婚啊，然后我就说是真的然后离了婚之后就觉得反正从小到大都会这样讲，也没关系啊，看你现在那么好啊，对不对？帮我算一下，你会有很好的男孩子的，会出来的。好，2042年的时候啦。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开心一点，对，开心一点。你也是啊。那当初怎么会想要再搬回去？是在已经厌倦台北市的一切了？因为我就是疫情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其实我也有低潮，工作有低潮，低潮我觉得有1年就是我感情上面受挫，然后影响到我的工作。你被感情影响工作？对啊，我是这种人。还是另外还是工作影响感情？没有，是感情影响工作，工作我会更没自信，一团乱。然后我的房间就很乱，就长虫这样。
不要怪到这个感情就影响到啊，而且我会很想要，就是比如说我的这个影片，其实心中就会设定好，其实我要拍给他看，很变态，我也很想表现好，可是到最后其实会一直责怪自己啊，我这次不好，好丢脸，会有种很丢脸的感觉，就是又回到那个完美主义。你心中有一个很严苛的人，一直在怪你自己。而且当我要越认真，我越要搞笑，越设定好的时候，他就不好笑。我想要问的是，我每次问来宾这个问题，他们都会用一种很不解的表情看着我。来，我尽量不要做出那样的表情。好，为什么感情对你影响这么大？因为我觉得工作来讲的话，它有某一部分可以可控的状况，其实到6-7成，可是我觉得感情几乎接近到0欸。其实老实说，也不是那么有自信的人，其实有时候我都会把主控权都丢给对方。你就觉得其实他可以操弄我的一切，他只要挽回我一个讯息啦，或者他不回啊，或者他冷漠一点，或是今天他状况怎么样，他就足以摧毁一切。你有感同身受吗？没有。对啊，我就是这么伤心的孩子。可是你现在还会这样子吗？因为你没有发现这是又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你把全部的主控权丢到他身上，所以你觉得你的主控权是0，可是不是应该50-50吗？可是当我越爱一个人，那个比分就会被拉走，可是我控制不了，对方就中到他那边去了。就你只要喜欢上了，就是他说什么你都好。对，我就会软掉，而且我就是我会软掉，我就会爱上就是越不可能，我就越爱，很变态。你难道不会因为这样子做会产生痛苦，所以稍微往另外一个方向去吗？我后来我经历过那个1年半之后，我就决定不行这样了。情商1年半，那个停损点过了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在一些工作上面，或者是一些自己可以可控的状态里面，我可以找到一些乐趣的时候，我就越来越可以放下，越来越多。那你那1年半很痛苦的时候，你都在想什么？我在想说我要怎么挽回就是那么的脆弱。1年半你要挽回一个人，然后我都会去算命，我就是算，因为呢，朋友只会跟你说，哎，这个就是算的嘛，没差，那么烂，那么渣，那么烂，那么渣。这时候你真的是听不进去啊！我宁愿另外一个未知的力量告诉我一些小小的讯息，我会觉得会让我突然有种安慰的感觉。可是后来发现那是永无止境的，因为你的力量会被剥夺，你会没办法做任何决定。人在脆弱的时候，真的就是会一直去算命如果说你有那个管道的话，因为你想要换一张嘴来告诉你，其实应该要怎么做，其实你自己都知道，因为你会很害怕受伤。真的到最后，你的力量原本是这样，你会最后被缩到这样，然后另外一边都是算命，所以我后来就很讨厌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蹦出算命阿姨的那种嘴脸，因为他会有种很强大的这种权威感，说你现在把决定权交到我身上了，我教你怎么做，你都得听我的那种态度，你会被吸走啊，你魂真的被吸干，因为那个时候你根本不想要自己做决定啊。超害怕。像我朋友，他跟我说，他去算命对他来讲是一种咨商。他说我去找咨商师，他去找算命师，他说是一样的。我觉得像的很有道理。我个人就是没有很爱咨商啊，因为我有去过，我觉得那更像，他很像是另外一个有执照的朋友在跟我讲安慰的话我会不会被打？那不会。其实找咨商师有非常多不同的 style，他有点像是找到对的媒合。可能我找到频率不对，因为他就是跟我说，你要爱自己，你需要包容自己的力量。对，你看到了，你的伤口在那边。你是不是走错间呢？你有感觉到所有人都很在支持你哦，然后你要把你的伤痛写下来。我就说，我早就倒背如流，我干嘛写了？那就表示他的 style 不适合你。对，我不爱那个。可是说不定有人可以在那个 style 找到温暖，所以像我也不行。我那个时候就是找到的咨询师就是算命师。可是我觉得只要能为你带来疗愈，也没什么不好啊。对啊，但我后来其实到某一个时间点之后，我就开始会控制自己。比如说我以前疯狂抓狂的时候，可以1个月问到3到4次。好奇问一下，你真的有算过任何一个你真的觉得有准的吗？这种故事我要讲1万遍，就是我还是很想讲，因为就是很恐怖。因为呢，我在2021的时候，我有去那个在你这种理科的地方讲这种宗教的地方。好，我就去白沙屯的妈祖绕境，然后呢，我就跟着他们一起就绕啊。可是我其实心中会觉得，
这是真的吗？我很坏，你知道吗？我明明就跟着他们一起这样子走了好久好久，走了10个小时嘛就走了。我心里面觉得这是真的吗？可是到后来隔了差不多半年吧，有一个人就跟我说话，有个人就找上我，他就说他是妈祖的代言人，他就说我难过太久了，他说就是台湾这个土地上面有很多人需要一些快乐的能量，而我因为自己的感情事情让这个能量被封住了，他必须帮我把它解开来。于是他就做了一些法什么，然后我后来就突然可以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人真的要做好事啊，会变得比较善良一点。我就问他说我要拍什么影片，因为我有阵子其实有点迷茫，我就不知道拍什么影片嘛。然后我就说，那我应该要拍什么影片？他就说，那我问一下妈祖，他就这样，你多拍跟台湾有关的影片。然后我就说。什么跟台湾有关的影片？我就说，我之前有拍一些像戏说台湾的那种风格的影片，我都讲台语耶。他说，那我拍讲台语可以吗？他就说，我问一下，不是台语，是台湾国语。真的假的？我那时候觉得你在唬小哦，你在搞屁，你在骗我是不是？很可怕耶。你有发现后来？你都变成台湾国语吗？可是我没有为了这件事情要变成那样，你知道吗？因为我其实曾经很讨厌我自己演一些台湾国语的角色，因为我觉得那是老梗。我最早的角色就是那一些，我就死都不想演。然后后来遇到那个花莲的导演，就是我第三个导演。我们原本明明就是没有要拍台湾国语，因为我这个演一些动漫角色，他就突然说：“你走路姿势很像阿姨耶。”我说：“真的吗？”然后他就给我戴上一个眼镜之后，他就说。太适合你了，于是我就开始这样，我这个很方便呐，我很爱台湾呐，这个是很好的房间呐，我就开始上升了，然后就莫名其妙就变这样了，就一连串就是让我觉得很起鸡皮疙瘩。有没有可能，其实你也是想要拍台湾国语的东西，只是你不想拍老梗，是觉得你太驾轻就熟这个东西了？不是，我是觉得，因为比如说阮月娇，我就是可以阮月娇，我觉得可以很活泼。可是我之前上节目，比如说我演一些什么那些阿姨角色，其实很容易冷场，就你好就没了，所以我就觉得阿姨这种东西已经是应该被淘汰了，我就不要啊。但他莫名其妙，就是冥冥之中有个安排，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如果之后没有什么灵感的话，就记得去白沙屯走一走。我后来其实真的很相信，然后他那时候也有跟我讲一些人要做善事这件事情。然后我有次就去 Seven 要买东西，买着，你知道我那一阵子就是很多灵异现象。我觉得要踏进 Seven 的时候，我就是自动不想进去，不想进入那个便利商店，我就自动退回来。我就说。为什么我不想进去？然后我的眼睛就瞄到旁边有个摊贩，然后是一个阿嬷在那煮面，平常都完全不想吃那个哦。我那天就坐下，我就点了一碗面，我一吃得下，同时间我才发现，就是那个上面跟我说，我应该要把这些钱帮助这些需要这样的钱的，因为你同样的钱是分给大财团。而不是这些市井小民的时候，其实这10块对他们来讲帮助很大。我那时候才发现，其实真的有一些东西在运作。然后我以前也是啊，我会丢掉我很多戏服，因为我觉得我穿过，然后我都把它弄得很乱很脏，我就喜欢丢掉，我直接丢。有一次我是抱着那些东西，我丢不了，我就把它丢到旧衣回收桶。请问你那些戏服丢到旧衣回收桶，谁会穿？你只是做了一件比较心安的事情，人家拿到会很为难吧？这个至少不会那么浪费啊，对不对？也许它至少有一些温度，一些到。你以后你干脆我跟你说，你就在你的戏服上面签名，然后你送给粉丝，我觉得至少还比较好，因为不然它就是一个奇怪的。就也怎么样都是劝人向善的。其实是真的要做好事啊，对。我觉得大家会觉得你学科学啊，那你去算命或者是很愚蠢这样。对，就是你怎么会相信这个，或者是你干嘛要跟人家去？对我来讲，算命比较像是社交了。朋友去，我跟我朋友去，我听。那你有亲自跳下去算过？有啊，我有算啊。那你觉得怎么样 ？Bullshit。我在好像22岁，我那时候从美国毕业回台湾玩的时候，某一个朋友带我去算命，就反正他就说一起去啦，就3个女生一起去算命。然后那个算命老师就跟我说，你以后啊是会做，就是会是公众人物哦，真的哦。
然后我就说哦，好了，不可能，就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我就说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真正的个性，我现在学的东西跟我接下来做的东西是什么，怎么可能跟就是完全跟镜头是不可能有任何一点关系的。结果到了30岁之后，然后拍 YouTube 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对，因为我那个朋友突然传讯息给我说，他还记得这件事，对，他还记得这件事情，因为我那时候算完，大家最大的印象就是这件事不可能，然后后来就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就觉得很悬。对，有的时候会觉得，就他如果真的讲中一件我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我就会觉得很悬。我对于这个还是有一个敬畏感。科学跟那个就是神秘力量应该要是并重的，对我来说。科学是让你在生活中维持一定的理性。那当有些事情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解决，或许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你心中是会得到安慰的。但如果说要叫你什么花大钱啊，做什么事情，那我觉得那可能要再想一想。但我之前是被教过说超过6000块的不要算因为我之前有被骗过7万多。哈，算命这个东西很容易就会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或者是难以启齿，就说我去算命。可是有的时候算命它不关乎就是会问你说你的感情、事业、健康是不是就这3个？对啊，你就是你有什么有问题的，觉得没有弄好的，就是去问一下嘛。那你可能不好意思问你的家人朋友，你去另外一个人那边去跟他咨询。那如果说可能没有很贵，1-2千块，你就当做给自己的一个安慰了。对，就是去做一个精神上面的 SPA 这样子。对，但也不要像你1个月3次，不行。你要算到人家讲出你想听的话为止嘛。对啊，我就只要我不想听，我就说他不太准。那最后就是也祝福阿翰可以在下一段感情里面拥有自己，保有自己，掌控权，然后自信闪亮的样子。你也是哦。谢谢，你也是哦，谢谢。好，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影片的话，请帮我在留言分享。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